说起最吓人的邵氏恐怖片，那自然是一部比一部邪的邪典三部曲的开篇之作。邪表面看上去是恶鬼索命，就连来降妖除魔的大师也被当场吓死，但实际上却是渣男渣女同台竞技，剧情更是连环烧脑大反转。不看到最后，你永远不知道人心的阴暗面有多可怕。在故事开始前，解答粉丝一个疑问，那就是邵氏的徽标为什么是这2个字母？那是因为它是 Shaw Brothers 邵氏兄弟的英文缩写，徽标上写太多字母不好设计，于是便用了单词的首字母。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讲。故事发生在民国18年，在镇上有一间古老的大屋，这里住的是一家姓陈的名门望族。由于陈家世代为官，他们官商勾结，积累了大量财富。可传到这一代，人丁单薄，只有秀英一个女娃，她的父母更是因为经商失败郁郁而终。为了延续香火，招了一个不学无术的上门女婿。受封建思想影响，除非丧偶，不然老杨就无法摆脱上门女婿的命运。随着秀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老杨更是变本加厉，用各种理由赶走服侍他的下人。没有了人照顾，秀英犯病的时候连吃药都成了问题。老杨见到秀英的样子，不仅不帮忙，还说风凉话，刺激秀英。又装死！扶我起来！你又不是残废。振宇，自己不会起来啊？一天被打3顿的丫鬟也来向秀英辞职。并不是我想走，是大少爷没事就拿我出气，你叫我怎么受啊？难道就能把我打死啊？对不起，我真的要走了。啊？什么？秀英想要跟老杨理论，老杨却满心的怨气。此时的秀英也意识到老杨这是想早点气死自己，好霸占陈家的家财。恰好川州过省的货郎来到他家，于是秀英便趁老杨不在家的机会，让货郎帮他带一封信给信得过的远房亲戚。这是10块钱，这些是请你喝茶。谢谢。货郎走后，秀英就开始招聘丫鬟。10里8村的人都知道他们家的情况，不敢来应聘。就在此时，一个叫阿花的女孩找上了门。秀英还以为是来应聘丫鬟的，可阿花却说自己是福婶的女儿，当年多亏了陈家的救济才活了下来，这次来是为了报恩。秀英一听非常高兴，就让阿花留下来照顾自己。可就在此时，在外面喝完花酒的老杨回来了，秀英只能拖着病重的身体去照顾老杨。老杨却发现家里多了个人，发起了脾气。秀英急忙解释，阿花是福婶的女儿，特意回来照顾她。老杨一听，不由分说就要教训秀英。阿花急忙拦住老杨，解释道：是我自己要来的，不关大少奶奶的事，就当我不会说话，请你原谅我吧。气急败坏的老杨直接给了阿华一耳光，阿花也不是软柿子，直接回了一巴掌，结果被老杨打倒在地。秀英担心阿花再被打跑，急忙上前拉架，可老杨却顺手摘下了秀英的家传手镯。秀英还想把手镯抢回来，结果反被老杨推倒。随后老杨警告阿花自己出去喝酒，回来如果再见到他就打断腿。此时的阿花也硬气了起来，你这儿打女人，你不是男人。这句话好像戳中了老杨的痛点。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，老杨直接把阿花拖到了后院。3分钟之后，阿花被欺负得梨花带雨。秀英感觉是自己害了阿花，想到这里，秀英的病又犯了，直接吐出一口老血。可听到动静的老杨又回来了，他不由分说就要将阿花就地正法。阿花被吓得向外逃去，而老杨却紧追不舍。两人在拉扯时，阿花瞅准时机将老杨翻进了水缸，他要将老杨溺死，可自己力气不够，连忙喊秀英过来帮忙。此时的秀英大脑一片空白，没有多想就上来帮忙，一起按住了老杨。在两人的共同努力之下，终于将水缸的盖子盖好。老杨挣扎了一会儿就没有了动静，阿花壮着胆子打开盖子查看。此时两人才意识到他们杀人了。安抚完惊慌的秀英后，阿花就拿来被子将老杨的尸体包好。随后两人趁着夜色将老杨的尸体抬到了门口的莲花池旁，本想着伪造老杨失足落水的假象，却不小心把裹尸的被子一起丢下了水。自从经历过这件事后，秀英就变得整天疑神疑鬼。秀英顾不上喝药，就要到门口的荷花池看看尸体有没有被冲上来。刚到荷花池，恰好就看到2个钓鱼佬将老杨的裹尸被捞了上来。眼看没有尸体，秀英才放下心来。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一个人影从荷花池里冒了出来，他悄无声息地来到了秀英的房间。谋杀亲夫，我要你的命！秀英弄出来的动静很快就引来了阿花。阿花开灯一看，原来是床单缠住了秀英的脖子。
秀英觉得是老杨阴魂不散过来缠着自己，于是便来到荷花池前给老杨烧衣祭拜，希望他能放过自己。可就在此时，水里突然冒出一具尸体，他定睛一看，原来是只死猪。这么一下就把秀英吓得病倒在床。来看病的医生告诉阿花，如果秀英再受到刺激，很有可能直接被吓死。就在阿花送医生离开的时候，发现外面跟赶集一样热闹，一问才知道原来是有人投诉荷花池里发出臭味，怀疑有死尸，所以要把荷花池的水抽干检查。阿花一听大惊失色，急忙回去把这个消息告诉秀英。听到这个消息后，秀英再也抑制不住心中恐惧，连滚带爬的出来查看。幸运的是，水抽干以后只发现了那具猪的尸体，可没找到老杨的尸体。秀英心里更加害怕，难道他真的诈尸了？到了晚上，恐怖的事情发生了。这次秀英当场就被吓死。次日，邻居们就给秀英举行了葬礼。奇怪的是，老杨居然毫发无伤地出现在葬礼上。更令人费解的是，老杨上午刚给秀英举办完葬礼，下午就大红灯笼高高挂，娶了新娘子。那个新娘子正是阿花。原来两人是老相好，他们故意做戏给秀英看。那天老杨被翻进水缸后，就靠着烟杆呼吸。随后老杨更是扮鬼，活活把秀英吓死。可怜的秀英被遗弃在义庄，无人问津。这天恰好是秀英的头七，开守义庄的老两口发现了不对劲。哎，老头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今儿个是陈少奶奶的头七耶，难道他真的那么灵啊？哎，别乱讲了。哎，我不是乱讲，人家说头七那天啊，要是灵位掉在地上，就是冤魂不散。刚才他不是掉在地上了吗？哎，你怎么了？那是给风吹下来的嘛。我干了20多年了，什么都见过了，哪有鬼啊？与此同时，阿花听到秀英的房间传来奇怪的声音，她喊来老杨，开门一看，原来是虚惊一场，几只老鼠正在偷吃贡品。老杨扫视一周，看着这些家具就瘆得慌。次日一早，他就请来工人要把家具全烧毁。老杨和阿花担心工人们偷家具，就出来当监工，而留在屋内搬家具的小胖被一个酷似秀英的女人阻止。不准搬！什么？为什么不让搬？你是谁啊？我是这儿的大少奶奶。哎呀，你想假扮呐？大少爷说大少奶奶死了，你就是大少奶奶。我说不准搬就不准搬，你不信去叫大少爷进来。小胖一时拿不定主意，就去询问老杨。老杨十分好奇女人的样子，他瓜子脸，后面梳了个嘴儿，哎，总之是脸色发青面发白啊。这雨怎么会有这种事啊？老杨大惊失色，这不就是死去的秀英？可当他们回到房间，秀英却消失不见。此时的小胖才反应过来，直接被吓尿。工人们知道这里闹鬼，纷纷被吓跑，只有胆大的工头见钱眼开，留了下来。就在此时，秀英再次出现。起初工头还以为是有人在装神弄鬼，可当他看向镜子时，大惊失色。这怎么镜子里面只见到我，见不到你呀？见不到，你再睁大了眼睛看清楚。为什么只见到我，见不到他？就这样，天不怕地不怕的斜眼也被吓跑。转眼间来到晚上，阿花给老杨送夜宵的时候，发现白天被他烧掉的痰盂居然还在，他非常害怕，因为秀英生前就是天天抱着他吐。果然下一秒，秀英就出现在眼前，阿花被吓得哇哇大叫。老杨听到声音出来查看，阿花把他见鬼的事情说了出来。可当老杨过来查看时，却什么也没有。老杨只以为是阿花眼花了，并未在意。次日一早，阿花买菜归来，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他一路跟踪，发现那个身影竟真的是秀英。只见秀英来到厨房，开始给自己煎药。见到这一幕的阿花被吓坏了，她想要去找老杨，却发现老杨晕倒在地上。醒来后，老杨说自己被人推下楼梯才摔晕。阿花随后说出他见到秀英的事情，老杨自然不信邪，就出去查看。结果秀英真的出现在他身后。此时的老杨怀疑秀英跟他一样是诈死，于是便带着阿花来到了义庄，他们要打开棺材验尸。经过一番折腾后，老杨发现尸体是真的，这可把一旁的阿花吓坏了。大少奶奶，大少奶奶不要吓我！
回家以后，阿花就请来了老道士做法驱邪。老道士胸脯拍得梆梆响，表示以后不会再有鬼怪缠着阿花。另一边，老杨也找出聊斋，他想看看古代人是怎么对付僵尸的。就在此时，楼上突然传来阿花的惨叫声。老杨急忙跑出来查看，他发现秀英真的尸变了。由于他白天刚刚掉下楼梯，扭到了脚，根本追不上秀英。随后，老杨又来到义庄检查尸体，这次秀英的尸体果然不见了。此时的老杨对《聊斋》里记载的诈尸深信不疑，于是便回家把杀猪刀磨得十分锋利，就连睡觉他也要握着杀猪刀，只要身边有什么风吹草动，他就施展乱披风刀法。次日，替秀英送信的货郎回来报信，他询问阿花秀英在哪里，阿花告诉他秀英已经死了。可当货郎要离开的时候，却在窗户上见到了秀英。阿花非常害怕，不小心说出了实话。不关我的事，我没有有心害他。原来是你害死大少奶奶的。我到保安队去告你去。老杨担心他们的事情败露，当场就把货郎打死。随后，老杨利用一天的时间在后院挖坑，打算把货郎埋掉。可就在他搬动货郎的时候，货郎突然苏醒，一脚就把老杨踢开逃跑。老杨举起杀猪刀就追了上去，最终货郎还是因为地形不熟悉，被老杨砍翻在地。次日，老杨为了稳妥，又请来高僧，想要超度秀英。可就在和尚念经的时候，发现了不对劲，遗照上的秀英居然出现在了厨房里。于是和尚就拿着禅杖降妖除魔。可来到厨房，秀英却消失不见。和尚见大锅冒着热气，就掀开了锅盖。酒肉和尚，和尚大惊失色。本来应该从从容容，有难有余，现在是匆匆忙忙，给滚蛋吧！就这样，和尚被吓跑。另一边，老杨一掀被子，发现秀英正躺在床上，于是他举起杀猪刀就施展了乱披风刀法。剁完，他才发现不对劲。就在此时，秀英突然出现，老杨被吓得跌下楼，当场被摔死。阿红害怕极了，于是花高价请来神婆对付秀英。神婆夸下海口，他会请阎罗王上来收了秀英。只见神婆摆好法坛，先是让徒弟表演了一段精彩舞蹈，然后把阿花身上画满符咒，并提醒他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不要动，只要熬到天亮，秀英就不会缠着他。随后神婆便拿着钱逃跑。秀英见到这么好的机会，自然要出来报仇，她直接扯掉了阿花的耳朵，把她吓成了疯子。到最后谜底才解开，原来根本没有什么厉鬼复仇，眼前这个秀英其实是她的孪生妹妹秀芳。她在信中得知姐姐病得很厉害，于是便想回来照顾姐姐。秀芳刚回家就看到老杨扮鬼吓死了姐姐，于是秀芳便用同样的方法吓死了老杨，为姐姐报了仇。所以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，有的只有疑心生暗鬼的人。到这里故事也就结束了。我是小 K， 我们下期见。